程式设计。我们这里用一个古希腊人的一个叫 Eratosthenes 的一个筛法去找 n 以下的所有的指数，把它找出来。我的目的就是做这件事情。恐龙现在跑出来了。好，那这个古希腊人呢，他是公元前的公元前的人，他设计出一个简易的筛法那演算法呢，它可以找出一定范围所有的值数。我这边大概稍微简单讲一下这个大概怎么做了。这原则上它的一个做法，当然古早的人的做法，当然他那个时候做法可能就是直接，那个时候还没有纸张，也不是很普及嘛。你说西元前、公元前的，那可能就直接呢在那个地上有沙土直接就用一个木棍直接在那里画直接用那边画。所以你这边你就把数字把它排列这样整齐所以这边一不是质数同学有一个概念，一绝对不是质数所以要怎么做呢？这边假设我们是2到210嘛，所以你就排列非常整齐。那我们第一步先把所有2的倍数全部把它筛掉所以你2的倍数只要是2的倍数，所以你会发现你这样排列整齐，你画的那个线条也是非常整齐。所以2全部把它划掉，所有2的倍数把它删除掉，这些都不是指数，但2是然后再来是什么？3的倍数，3这边，再来5的倍数，它也是会形成一个规则，有规律的。7的倍数，11，13的倍数。好，3到这里就可以了。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下一个值数是17的平方是大于210所以你只要把它塞到它的210的开根号就可以了。后面呢自动会把它整个就筛掉想想看要怎么做？你要有个表，对不对？你要有个表，所以你要有一个容器去装这个阵列嘛。对不对？我们阵列要怎么装？我们就是一般可以用一般的阵列啦，我们也可以用什么去装 vector 我们也可以用 vector。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般那个程式大概会怎么写？我们先看这边简报这边，11行到21行。我们这里做什么呢？我这边一个做法是比较传统版本，我们就是用一般的那个传统的记忆体、动态记忆体的配置。所以这边呢，你就是布林的一个指标，extra。那我们配置 n+1，为什么要 n+1？因为0你那个索引值是从0开始嘛，所以我们0要把它算进去嘛，所以0到 n所以总共有 n+1个。所以你的表要这么大，不要这么大。然后这部分我们会建议同学呢，请你把它修改用 vector 去修改，用 vector 去修改。我先把这一段那个程式码跟刚刚那个演算步骤大概再整个再讲一遍。所以你丢进来的参数会有什么？你会有一个 array 嘛，这是你的 array， 或者是你的一个，反正就是你的表单 extra， 原则上0到 n 嘛，那你就是要看它是不是质数是质数的话，它值就是1如果不是质数的话就是0然后另外一个参数是 n 因为你的 n 会很大n 可能是10的几次方、10的9次方10的8次方、10的10次方等等大小不一。好，我们一开始，所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函式的这个区块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先确定嘛，1它不是质数，第一件事情，1不是质数，1不是质数。那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们这个 extra 要不要先设出要 extra 所有的初值都先设为1。
全部都先设为1，全部先设为1，在这个简报这里面没有显示出来。然后呢，我们在14行地方我们去算一个数字，就是因为我们要对 n 嘛去做筛法，所以你要筛到什么地方呢？筛到它开根号为止嘛。所以这边强制转换取 int， 然后我们用 for 圈开始，从2开始的2到 n 开根号，然后呢无条件舍去，每次呢都是变化量都是加1。好，我们这边然后就用筛法的那个方式啊，就一个一个去筛啊。如果呢它是质数的话，如果不是质数，你完全不用管它啊。如果它是质数的话，你做什么事情呢？请你将它的倍数，从第几开始呢？从它的 i 倍开始啊。它如果是小于 i 比方说 i 是5的话5是质数嘛，对不对？我只要从5乘5开始啊。为什么我比它小的，事实上已经被其他质数已经筛掉了。所以这边呢，你就从 i 乘以 i 开始，筛到什么地方呢？筛到整张表都筛完嘛，因为那整张表是到 n 为止嘛。每次呢，我加多少加 i 嘛，所以自然而然就是 i 的倍数嘛。比它的 i 倍以下的都已经会被比它小的质数都已经筛掉。然后只要它是倍数呢，你就把它那个表的地方你把它变成0就可以。所以它做法是这样啊。所以你要写成程式来讲，并不困难啊。比如说老师，这个就是一个双回圈，里面有个条线序数，在原则上这样就做完了。这样呼叫一次，它就整个就做完了。那为什么就做完了？你是不是质数你就会显示在isPrime 的这个阵列上面？然后我们要看哪些质数，你要怎么样把是的你把它列出来。或者怎么做一些处理，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质数定理的正确性呢，进行10的14次方，我们原则上就做到10的14次方，你就用筛法去做，或者至少做到10的9次方，我用我家里的电脑去 run 10的9次方，原则上是 OK 的，10的14次方可能会比较久，那基本上我们知道那个。数学王子高斯呢，他曾经观察到就质数的分布的一个状况，后来这个结果也被其他的数学家证明。它这里面呢，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注意派 n， 这个我们来讲，这个派是质数的派，这个派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小于 n 的质数的个数，然后它会有一个公式就是说你的派 n 跟 n 除以 log n 呢，其实它会非常接近1。当你的 n 很大的时候，那这个公式事实上是有被证明的，被证明出来的，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好，那这就是高斯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那个相关的程式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是比较属于比较传统版本，但也没有真的很非常传统的我们因为主要是在那个筛法的那个表单的部分，我们还是用比较传统，用那个动态积体配置的阵列就这边你可以看到，所以这边是指标。那等一下你们就把这部分把它改掉，改成 vector。那前面的标头档的部分应该是不用特别做什么修改。我这边还特别加了一个，我可以把部分结构把它输入到我的档案里面好，所以这个筛法的部分，这部分你可能就是参数部分你要修改，参数部分稍微修改一下，内码大概都不用怎么修改，基本上不用如果说你要改，你要把它改成 8也可以但是
因为我们这边不需要做，很明显它是不会超过它的边界了，所以就不用了。如果说你担心的话，你当然就放刮胡的，你就直接改成 H 用刮胡也可以，但是这边来讲应该是没有那么必要，那这边我加了一个函式，这一个复乘式，这里面有3个参数，3个参数，那我第3个参数我就用 vector 了，因为不用 vector 还是不用 vector 也不好，那这边的话你就要开始要稍微修改啊，丢进来的参数 is prime 一样啊，你 n 嘛，对不对？我们要把它假设把这些值数用在一个 CSV 档里面，后来我实作发现写进档案之后花的时间太久，所以后来就不写了。所以31行这边我把它注解掉。如果当你的 n 如果是小的话，你写进去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10的9次方，那个写的时间会很久。你的计算时间不会那么久，但是你写进档案时间会蛮久的，所以有时候你要考虑。那所以这边呢，我们是预留了，你可以有写进档案的一个功能那原则上呢，我们也要去算有几个值数嘛，所以我们26行，我们这边一个 count 先归0，然后你只要我们这个回圈整个跑一次，从1呢一直到 n， 只要它是值数，反正你就 count 加嘛。然后这边呢30行呢，我这边不是丢进来有个参数叫做 prime 从第0个 prime 开始第0个 prime 开始，因为加在后面嘛，对不对？加在后面，所以你的指令叙述完之后，它才会加1，所以 prime 0就等于2了 ，prime 1就等于3嘛，那就以此类推嘛，一直把值数一直加进来，然后这边至少在档案里面会告诉你有几个值数。然后在那个 console 模式下，我们也会告诉你有几个模式、几个次数然后我们看组成式部分组成式部分呢稍微留意一下，这本来是可以用吸引，然后会发现因为数值实在太大，你0有时候会打错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你丢进来，你这个是浮点数你用科学记号的话是浮点数，所以你要把它强制转换成为那个整数。所以是10的9次方，你也可以改成10 14方，10 14方，结果会怎么样？试试看看就知道。然后我要把这个 prime 我给它预留空间。那原则上呢，我们就用到那个高斯所观察到的那个值数分布的那个公式它事实上，你小于等于 n 的值数大概有 n 除以 log n 这么多。这里的 log 当然是以那个有拉长数为底的那个 log， 不是10为底那前面我们再乘一个比较大的数1点多这个是用到那个确布雪夫的一个结果，后面再加1.5啦。我们稍微把它比较小的话，你稍微把它调一下，甚至这个加大一点的数字也无所谓所以这边，然后我们会计算时间，你花多久时间呢？像这个43行，我们有2个参数一个 s， 另外的是1，我们取它 s clock， 现在多少时间？然后44行，我们的动态的阵列，基底配置。那45行这边我用 C 的指令，全部所有 is prime 都设为1，当然你如果用成 vector 的话，你想想看该怎么弄。应该也不是很难，你可能就一下就把它改掉了。然后46行去呼叫那个筛法，整个算法之后呢，再取至时间，然后再减它，这就是你的时间差。然后我又48行我要列印，我这样计算时间有几秒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可以把我这些值数，我把它列印到档案里面列印到这个档案里面。如果你要把这个注解拿掉，它真的会列印，但时间会蛮久的所以建议先不要列印进去先不要把它列印进去。好，那我们先跑一次，在跑以前你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这边选择我们用 release 版本的哦，用 debug 的版本它会比较久。请你用64位元的哦，你不要用那个 x86，x86 比较慢哦。好，编译执行一下哦。所以12秒多哦，快13秒，它指数这么多。那有人说，老师，你不是说还要验证吗？好，验证怎么验证？你要验证要怎么验证？验证的话很简单啊，你就把那个 n 除以 log n 把它算出来啊，两个列在那边，你就可以数值，你就可以做个比较嘛。所以我们在哪里？我们在48这边。我们多加了一个嘛，所以你要去算 n 除以 log n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把它补上去嘛，因为你要验证它这个定理的正确性啊，所以两个做一个比较就好了啊。那这样出来当然是一个 double 的东西，那不管啊，它只是一个估计的嘛。你有多少个次数嘛？啊，所以我们再 run 一次嘛。哦，你看那个跟那个几个质数呢，数值是蛮接近的哦。当 n 越大的时候越接近啊 ，n 小的话那个还没有那么准确。好，你注意看一下。哦，它没有那么准啊，哦，没有那么准。好，然后它这边你可以看啊，它事实上已经那个数值已经有点像哦，它当然误差还是蛮大的啦，哦，就是10的9次方还不够，还要更大哦，因为它这里出来是科学记号了，哦，所以你这边稍微看一下，好，开始了吗？好。好，我们看一下哈，所以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效能的部分啊，你看一下它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啊？因为我们的 n 是丢10的9次方了哦，10的10次方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哦。可能会记忆体会吃掉太多，可能就会有点问题。没电了。好，所以我们在跑的时间大概跟刚刚一样啊，是将近13秒。好，那这边我要做一点修改。我们怎么修改呢？来，我们看一下，来这边所有布林的原先是动态基体配置，全部把它改成 vector。所以原则上其他都不用什么修改哦，这个演算方法都是一样，这边也是要改啊，这边也是改 vector。这没有问号，这个它已经不是指标了。然后来这边的话，来这边30行我们改一下了，改一下，我们只要 count 加，然后我们就不要把它写，不要用那 count list 就不要用啊，不要用啊，节省时间起见。然后哪里需要改呢？这边45行、46行改掉。
然后这里呢，所以我们用建构方式，你当然也可以用 assign 了啊。所以它有几个 n 加1个，初始都先设为1啊，这样就好了，对不对？这样就 OK 啦。刚刚时间是12.9秒多嘛，对不对？最后把它那个完成啊，所以我们都把它改成 vector， 对不对？好，要怎么办？传参照，要传参照。哦，如果因为没有传参照，我以为会出问题哦。这边要传参照，记得哦，它跟阵列不一样哦。这边在 vector 的话，你的参数，我们一般如果是用阵列的话，它自动会传参照，对不对？可是用 vector， 你就这边要加 and 这个符号。好，那然后你再编译执行，我们是10的9次方嘛，对不对？啊，这边该改的大家都改了。好，我们把它执行一遍。所以这个数值是正确的嘛？你可以跟刚刚那个版本做比较嘛，它时间确实都在8秒以内嘛，啊，当然会比较快嘛，好，所以用 vector 它的效能上是比较好。你在使用上你要注意啊，它如果你要传参照，你就这边要加上传参照的这个算子，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好。谢谢各位的观赏。